每人挑选4个魔法，然后跟考官对战，考官会变成和你一模一样的初始状态。这时候有什么方法能战胜考官呢？此时考场2楼，主考官林婉儿眯着眼，一旁的老主要呵呵一笑。林婉儿思夺，你最看好哪位考生呢？我看这个叫萧凡的学生就很不错。林婉儿冷笑，哼，边境来的能有什么本事？老主教摇摇头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不喜欢边境人。林婉儿点点头，毕竟边境来的总有股味道。要知道，他可是土生土长的帝都贵族，家里还和王室有血缘关系，本人更是个魔法天才，24岁就已经是4阶高手。刚才温云汉师兄才找上他，列出了3个名字，并叮嘱他要提防这3个边境来的。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毕竟是边境来的土著，能有什么本事啊？另一边，你回到宿舍，看见满谷浑身发抖，他正拿着一份帝都晨报。第一位出考场的考生，太阳家族的满谷接受采访。满谷亲口表示，本次考试非常简单，只有笨蛋才做不出来。我不是第2个才出来的吗？有刁民在害我！冷风推开房门，满谷有你父亲发来的电报。他双目圆瞪，电报上他老爹狠狠地表扬了他一顿，并且还把他的事迹在家乡大肆宣传，甚至还宣布全领地放假1天。大了横幅庆祝满谷大公子摘取文科冠冕，衣锦还乡。满谷手顿时一抖，他老爹可是半神级骑士，要是到时候挂科回家，能遭得住老爹的毒打吗？冷风接过报纸，第2位出考场的学生冷月家族冷风接受采访。啥情况？我什么时候第2个交卷了？有刁民在害我啊！明明我永远都要的是第3名啊！好难受，感觉浑身有蚂蚁在爬。你好奇接过晨报，第3位出考场的考生秦霸天之子秦元浩接受采访。秦元浩从坟墓里打赢复活赛啦！有刁民在害我！很快你们都发现了花点，一定是有人在冒用姓名。看来边境老乡挺心有灵犀的。你们心中响起同样的声音：好卑鄙的家伙，居然和我用同样的招式！你呵呵一笑，要不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冷风一挥手，只有你的名字，没别人冒用。抵什么抵？你摇摇头，我和秦元浩是出生入死的关系，你用了他的名字，就相当于用了我的。内心一笑，出生入死嘛，你出生，秦昊入死，没毛病啊。满谷脸色一沉，还是抵不了。你们失去的面子，他可是很可能失去生命啊！他咬牙。小凡，你明明都收了钱，不是说好要帮我通过考试的吗？你呵呵一笑，什么叫收了钱？莽夫说话就是粗糙，这收的不是钱，是进不激进。而且你确定你挂科了？满谷一愣，选择题还是做了的。你看冷风，哼，女生会见过我的。行吧，这俩卧龙凤雏看来是无了。怎么说呢？还是帮你们一下吧。你们凤儿过来。明天只需这班区考试必拿下。他们俩眼前一亮，高啊，萧凡兄！我的计划正是需要觉悟和意志才能完成试炼，你们能有这个觉悟吗？此时阳光叫你照成一明一暗，冷风一脸崇拜这个萧凡，品味和修养竟然远在自己之上，那优雅的绅士精神更是将他彻底征服。也正如萧凡所说，我有最高贵的眼神，最坚持不懈的毅力，最优雅高贵的灵魂，才能完成这份宏伟计划。冷风伸手，萧凡兄，我给你干了！为了伟大的事业，我已经做好了觉悟。满谷双手一抱拳，萧凡老大，俺也一样。第2天考试现场，今天午试内容是和身为4级4度的考官林婉儿对战。他呵呵一笑，请你们发挥勇气、坚持不懈和智慧这3大美德，用尽全力来战胜我吧！考生们一片哗然，战胜一名准4级4夺嘛？开什么玩笑？他呵呵一笑，当然没那么离谱。考试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自由选择4个魔法，而我也会变成跟你们一模一样的状态，也就是说，你们需要挑战的是自己。给大家省略一下，就是搭配4个技能，挑战镜像版的自己。可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除了境界和技能，考官有更加丰富的经验，这才是难点。林婉儿打了个哈欠，无聊，真无聊。这考生最好的也才不过坚持了5分14秒11，真是一群没用的外地人，土包子。很快就留的112号满谷上场考试，周围考生们都对他充满期待。要知道，之前的考生都被林婉儿虐得不行，这个第2个走出考场的男人能做到吗？林婉儿打了个哈欠，一份同样的授权书出现在2人面前，签下这份授权，圣界炼金法阵授权转换炼金仿生就会启动，我们会达成完全公平的条件，也就是说，我会完全变成你签下授权时的状态，而考试成绩也完全由秩序天平决定。哼，真是弱小而浮夸的人。想起师兄叮嘱他要小心边境的这几个刺头，呵呵，杂鱼而已，有什么好小心的？想着刷下几笔签授权书，满谷自信一笑。在开始前，我准备一下，反正是很快结束考试，准备什么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回想起你的话语，勇气正是力量的源泉。下一刻，这个家伙居然一把扯下了衣服，又迅速脱掉裤子，唯一的装饰只剩那条金色内裤。随后立刻签上授权，确认授权，考官将会完全复制您签署时的所有状态，称号除外。林婉儿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衣物全部消失，现在她有着强壮的肉体、肌肉丰盈的棱角，以及和满谷一模一样的金色内裤。大热天，她冷得浑身发抖，而她的心灵比身体更加寒冷。你这个该死的边境来的下等人啊！
忍住，忍住！他决定了，一定要用最残忍、最侮辱的方式来羞辱他。先看看这家伙学的哪些魔法，再根据魔法破解出最优组合，打开面板一查。等等，怎么一个魔法都没有？满古呵呵一笑，说明书上说过，我可以自由选择魔法的技格进行装备，一个都不装备也是一种自由装备。小浣熊说过，以我的惊世智慧，没有魔法的组合便是最好的组合。灵丸真的好气，那你带法杖做什么？满古举起棍杖物体，谁说这是法杖？这是我的少爷。灵丸彻底麻木，咱们这是术士考试。大哥，满古会中大爆，您曾言勇气、坚持、智慧便是这次考试的3大准则，而我将向您展示的便是光辉较天的勇气。没错，它没有甲胄，没有义务，没有任何魔法物品，而剩下的就是那一往无前的勇气。正如萧凡兄所说，这便是我作为骑士的觉悟啊！灵丸彻底疯狂！你特喵的光辉的勇气就是暴露狂吗？变态你！等等，萧凡是谁？是这几个边境仔的老大吗？就是那小子出的主意！混蛋啊！满古哈哈大笑，拔剑把灵丸骑士够了！他是搞文科的。台上的少女们发出阵阵尖叫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，但能亲眼看见2个肌肉男肉搏，这也太那个了吧！打斗现场发出阵阵悦耳之声。大半天，灵丸深呼一口气，他发现件事儿，虽然用不了魔法，但身体素质是一样的，他一定要适应战斗的节奏。待会儿就在这个边境蛮子最擅长的领域，狠狠的虐杀他呀！说实话，灵丸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魔法天才，而且出身于帝都的贵族世家，从一开始就注定和平凡人有着不一样的人生。14岁毕业，19岁成为教廷司铎，如今20岁成为4阶术士，但是考官不过是他辉煌未来的一个踏脚石，一个小小插曲。而眼前这种出身偏远、没有才能的人，只配被他甩在身后。这几个该死的边境仔！不过话说狮子上身，站在众目睽睽下，真的好羞耻啊！我的兄弟说的家境难说吗？非！而更让他难受的是满古的话：七尺男儿何故做少女殷教授状呢？谁他喵是七尺男儿的呀？我本来就少女好不好？我杀了你！一棍子下去，可满古侧身一躲。与此同时，他想起了父亲曾说过的话：对于太阳家族的骑士而言，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。突然，右脚上了一踢，这一脚是他历程，这一脚充满了荣誉、决心和勇气，而目的地只有一个——灵丸的裆部。咔嚓一声，灵丸脸都扭曲了，先是变红，再是变紫，只听全场男性一起叹息，那是大小姐20年人生中从未有过，甚至无法理解的感觉，既不是刺痛，也不是阵痛，而是一种很沉闷的疼痛。它来的突然，去的缓慢，一来一去带走男人所有的倔强和尊严。我灵丸像虾米一样扭在地上。我的少剑，我的少剑！满古呵呵一笑，灵丸骑士，你的圣剑已经碎了，而我的圣剑依然坚挺，真是一场荣誉的对决。但你依旧是一位孤高的战士。伸出右手，我认可你的勇气了，灵丸骑士。好，你带头鼓掌，冷风也跟着鼓掌附和。赞美，咱们加强的勇气。灵丸一口老血喷出，彻底疯狂！边境仔，你们该死了！此时，治愈提名的声音响起。考试结束，考官再起不能。考生满古，考号112，考试成绩100分，请下一位考生。考号113，冷风准备。灵丸身上内劲法阵一平，直慢没变回原样，所有的伤势和疼痛也都已经消失，但走路时还是感觉到一阵幻痛袭来。好，边境来的，下一个也是边境来的。这一次他不会再中这些边境杂鱼们的阴谋和诡计了，只不过是边境杂鱼罢了。